好，那么赖清德宣布要发1万啊，因为今年税收增加。那台北市说要发2万，民进党都提案在台北市发。哦，蒋万安就说，台北市如果我们发台北市的税计剩余332亿，但是我们的负债有353亿，跟中央政府是用超增的税收，中央政府因为税收有增加是不一样的哦。赖清德有说嘛，是因为今年税收，因为今年税收大概超收8000亿啊，因为这个正交税啊，正交税，因为我们超收了8000多亿，那2300多万人，一人发1万，2000多亿，所以8000多亿减2000多，还剩下5000多亿。那卢秀燕就说了，希望行政院多跟立法院对话嘛，到底应该怎么使用哦？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的声援韩国瑜也重话批评赖清德，说你不要以为普发1万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哦。那另外呢，这个共享 AI 的红利咯，因为最近AI 很发达，股票一直涨价了哦，是成交金额很大了，审计部就点名说没有效益评估哦，对内需其实没有什么帮助的。就是你要评估，我是每个人发1万，一共2300多以后，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哇，创造的经济成长哦，因此呢，政府的收入可能更多，都没有评估。他什么经济评估？你这个审计部也很好笑，它是政治评估，不是经济评估。政治评估对选举有没有利？年底要选举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要修预算法，而且呢，你只要超收就发现金，以后只要税超收就发现金哦。那另外呢，这个去年反对，因为去年国民党要发，民进党把国民党骂了个臭头。那今年又发，陈其迈说状况不同哦，状况不同，所以呢，并没有双标啊。那这个蒋万安说要发2万，徐国勇说他学着发，我很高兴啊，发2万很好啊，哦，你有钱就发啊。那张景生说，一路到年底都可能是国民党杀球的时间，因为赖清德普发1万，那国民党有话讲了，1万够吗？去年我要发1万，你反对吗？为什么今年你要发1万呢？哦，那另外呢，说民进党他们说他们3月其实就已经酝酿了。哦，3月的时候发觉税收多很多，就酝酿，不要让国民党抢到这个先机哦。那另外呢，联合报也说总统要发红包，再一次双标撒币买票吗？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先给钱了，不要等，因为现在总预算嘛，就给钱，现在给钱好了哦，说赶快行政院把这个预算送来，不要再操作说我们国民党挡钱。我们看。过年前拿到红包，那是最开心的事情啊。可是你过年前要拿到红包，你也要去看你总预算到底是在1月份的时候啊，有没有办法通过。强调普发1万，最快明年过年可以领到，但关键变数就是在明年总预算是否能1月前就通过。执政党把这球丢给在野党，就不要再拿国民党党预算，人民就领不到钱，恐吓人民，绑架国会。蓝营出招，会以预算法新增计划，让这笔普发预算可先行动之，并不会因此放水总预算。只是明年总预算已编列3.6兆创新高，国防军购都破兆，如今执政党再增列普发预算2357亿元，是否会对其他社福预算产生排挤效应？那很多人说，觉得会不会排挤，或者说这么多的钱，那这样用会不会？其实你不管军购也好，或者说你要投资建设也好，必须要长期累进的一个计划，3.6兆，那加上这一些2300多亿，就将近3.9兆，是可以大家理性来讨论钱怎么用。全民普发现金，在野也愿理性讨论，但毕竟这宣布发钱的时机点接近选举，民众也看法两极。一定的，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就是说短暂的时间来讲，它可能会帮助很多人需要这1万块钱的人，会不会有点选举的考虑？不会啊。就是政策啊。过年若能多1万元固然开心，但部分民众似乎也盼这包红包政治味能少一些。不用，从上一次发现金到现在这一次，我还是反对了哦。所以那个总统宣布的时候，对我是也很一致，我反对，因为我们在新北市这个财政 always 很困难哦，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说当然我也很意外哈。一开始我当然直接反对就是财政的因素。那后来有人家跟我说，因为今年在超增太多了，8000多亿哦，可能政府不知道怎么花了哈。我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实在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我从头到尾就我做一个公共人物，就是做一个民意代表，我是认为发钱always 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了哈。所以今天怎么去讨论，就是说甚至钱越发越多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这种做法会让
我们百姓养成一些坏的习惯，尤其是像很多新的政策，包含其实不管蓝绿都会去讲说某些特别免费的什么营养午餐什么的，其实到后面引发出来的问题，我都觉得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用这些钱，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个1万块钱它是额外进到我们口袋中，你说它会成为一个很有效率的运用方式，我相信是没有哈。但就政府的角度来讲，你看现在我们像现在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调整完以后，很多这种所谓的补助的部分还没有调整好的，我觉得其实是趁这个机会去做一些补助，那让一些财政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县市赶快把它补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我在地方政府，我在财政单位，我们常常在办这种什么垫付啊，常常在办拨补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中央的预算没下来，然后这个缺钱，这个缺钱，然后缺钱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市政府还要再去借钱来把这些钱去付掉，而且里面当然有很多是社福的预算等等之类，所以当这种不患寡患不均的心态的情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说实在，我觉得这个发1万块钱让我觉得很难，特别难接受了哈。那不管怎样，现在看起来是箭在弦上要去做讨论的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就尤其是现场也有立法委员，也有其他县市议员。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或许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提案？像很多国家，他们的北欧国家，他们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福利非常好，它来源并不是用预算的方式，而是有一些主权基金能够到全世界去投资，那真正去成为这种所谓的个人账户。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不领这1万块，这1万块是不是国家可以去把它变成一个主权基金的账户，让它去做全世界的这种真正的 AI 红利的投资，那让它可以更长更久，而不是说化成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消费性的行为，因为其实所谓的发现金这件事情，这种主计处的这种或者说他们的评估审计部的这种评估，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发到多少钱才有多少的经济效益。其实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也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最大效果就是老百姓开心。就除此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效果。但如果真的可长可久，说实在，几千亿哈，它如果可以真的做到钱滚钱的这种一个比较长久稳定的机制来讲，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这个1万块钱的部分而已了。薇姐。就是说，我们当然肯定共享这个全民的经济成果，但是我们真的拒绝双标拒绝就是说这个法夹弯，就是说有时候真会回想过去他们怎么样说我们这个普发现金是这个穷台，是这个拖垮财政纪律，然后呢会让这个瘫痪国家的一个财政，但是呢到了现在，然后呢刚刚又看到陈其迈市长说，因为时空不同，所以去年不应该发今年要发。那我就想要请教陈其迈市长，那去年不发的原因是什么？今年发的原因又是什么？那你的原因都这么的笼统，所以你看审计部也是告诉你说，你要告诉我们这个经济效益评估是什么啊？但是呢，说真的，你连如果一般的访问的民众都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年底2026的这个选举而来的这普发的一个现金1万块。那说真的，民众当然会觉得说，那你真的就不是这在讲究国家财政纪律嘛？到底原因是什么？你应该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民众。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这个。真的也非常的痛心，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在野党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你也不想说好，人家提供建议给你，你应该好好去研究该怎么演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定格化、规格化的。而且说真的，为什么可以超增这么多？那你在过去在这个政策编列跟预算执行的时候，你都没有去预估到吗？那好，你现在超增的8000多亿，你现在来说要普发现金给民众，那我也可以呼应刚刚秉用议员所提到的，其实有时候这个钱可以做更好的运用。当然，我想民众当然拿到钱都是非常开心的，当然确实也很多的民众对这1万块他是真的是需求非常非常高的，他也真的需要这样1万块的一个协助。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国家的这财政纪律应该让他，如果这常态化的，或者说而不是每天是提出来你才去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去年也发，今年也发，那未来该怎么发？怎么样的一个经济成果大家来发，而不要每天都又陷入在口水战，说你是为了选举你是为了要买票等等之类。我想民众看到这些也非常厌烦，也会觉得说，即便你是好意、利益良善，人家也觉得你是为了要选举而来。我们在座有3个议员，年底要选举，对选举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啦现在民众都觉得政府发钱给我们是应该的，所以对选举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利多影响去年国民党蓝白提发1万块，今年赖清德提发1万块。坦白说，不管是谁提，蓝绿白的支持者都想要这个蓝白的支持者今年就说，对与其钱留在民进党手上让他乱花，不如还给我那去年民进党支持者是心里很想要，但是嘴巴不敢说，但是心里很想要，偷偷的会打电话给他们的民代说，这爱还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只要发钱都想要。但是我比较讶异的是，这一次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去年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自己提这种自毁式的报复性的提案。什么叫自毁式的
我们中央普发现金都是拿今年超增的税，今年有春呢提出来行几挂海人民，但是民进党提的都叫做掏空家底，因为它的财源来源是什么？历年来数十年来的累计税计剩余，这叫什么？我几十年来存的钱一次把它发光，从此以后这个城市再也没有累计剩余了，再也没有储蓄了，这个叫掏空家底耶。所以我很难想象你自己是台北市议员，你自己是新北市议员，但是你为了要政治抱负，你提这种自毁式的这个掏空家底的发法。今年民进党还敢不敢再提一次？如果万一很不幸是苏巧慧当选的话，苏巧慧一上任，哇，新北市的家底掏空为零哎，所以今年新北市议员不敢提了啊。台北市反正沈伯洋没有当选的可能啊，所以今年换这个台北市来提。没有，今天民众党议员新北市就开记者会说，让苏巧慧把这个列入他的政见承诺啊。如果你当选，你会掏空家底的普发每个人4万6。我看苏巧慧敢不敢提？没有人敢提这种政见。如果要提这种提案，也可以拜托民进党的立委，比照民进党的议员有魄力一点。叫中央把累计的这个税计剩余全部拿出来一次发完，靠 keep 的啦，要玩就玩大一点。记得才上个礼拜有一个清洁队员，因为4块钱被起诉，有没有？对。哦，那你政府哇，一发一人1万块没事，这就像古人讲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就这个意思。我刚仔细算了一下，明年政府要编3兆6千亿的预算，还不算特别预算哦。我除以2300人。干脆政府都不要预算了，一人发16万，多爽啊！什么1万哪够？每个人发16万，对不对？会怎样？告诉你不会怎样。休息了再回来。对啊。赵建民到越南去玩了哦，本来陈信宇公告说要带女大学生哦。忘年之交去越南玩，但是呢，被这样讲以后，赵建民这次带的不是女大生，是他跟他一起在监狱里面关的啊。那叫做蔡炳雄啊。那蔡炳雄呢，其实金额不大了哈，曾经为了10万哦，帮人家这个要行贿，同时还有一个40万啊等等哈。那结果呢，这个就被关了哈。那所以呢，这赵建民跟他。哦，还在狱里面呢，还处得不错哦，而且呢，出狱以后彼此还经常往来哦，还这个陈俊宇就很抱怨嘛，都不谈心事，跟这个蔡炳雄狱友这个都能够谈心事，人家在一起关了好几年呢哈。那另外呢，陈信宇说为什么会婚变？因为赵建民怨恨娶了陈信宇以后毁了赵建民的一生，所以是陈水扁害赵建民去坐牢的哦，所以呢。陈信宇说，赵建民是有心结的，就像柯文哲讨厌赖清德一样。哦，柯文哲讨厌赖清德，赵建民说，所以呢，这个陈信宇说呢，所以赵建民讨厌陈水扁，像柯文哲讨厌赖清德啊。那为什么赵建民的性情会大变？只要台开内线交易哦，当时呢还大家记得三井宴嘛，日本料理，所以赵建民父子取得利多消息，所以呢这个。就叫他爸爸哦去低价哦，赵建民取得消息，叫赵玉柱去买这个台开的股票，股价暴涨哦，他赚了不少钱，所以这个案子缠讼了16年哦，缠讼16年。那后来呢，2021年赵建民被判刑3年8个月定谳入监哦。那赵建民也怪说这个是陈水扁答应的哦，陈水扁为了特赦叫赵建民去入狱，所以呢，2023年4月这个说他出狱了啊。然后呢，假释出狱，他的弟弟叫赵建勋去接风哦。然后呢，结果赵建勋，你看，2023年4月接了赵建民，6月2个月之后，脑的动脉瘤破裂死了，50岁就死了。因为动脉瘤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而且动脉瘤破了是蛮麻烦的哈，所以呢就很难抢救了哈。所以呢，陈春雨说。我因为赵建民都不跟我谈心事啊，也不知道他干嘛，所以我整天偷看赵正明的手机。我觉得陈俊也很有意思。照理讲，偷看他手机怎么好讲的？他也不在乎哦，反正就是我就告诉你，我就看他手机啊，到跟谁在一起啊，就到哪里去玩啊，为什么不跟我讲啊？哦，
那另外呢，这个陈志忠把陈志忠跟陈信宇小时候照片PO出来，说，而且陈志忠跟他姐姐陈信宇说，再怎么样 tough， 再怎么样困难，再怎么样有挑战，也要快乐。我觉得讲的不错了，陈信宇陈志忠讲的是不错哈。而且呢，说陈信宇说这辈子做过最大恶极被爆料出来的事情，就是呢，他同学说他小时候把人家同学一瓶立可白都用完了，他不知道去涂什么，不知道把人家涂掉什么东西，或把自己涂掉什么啊？那所以呢，这个陈志忠说说呢，这个姐姐现在也用立可白涂掉不对的东西，意思是讲赵建明立可白虽然不是真的立可白，把这个历史把它涂掉。那陈信的黑历史被挖，说用光整瓶立可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哈。网络就说，其实他唯一的污点是他的前夫了，因为他家好几个人被判刑，陈信都没事嘛，他个性比较直了哈。好，我们看一下。2015年，陈水扁保外就医，从高雄住家特地驱车到台南麻豆新楼医院找赵建明看诊。这时的前第一家庭成员还相处融洽。他们新楼员工旅游啊，什么春秋尾牙，都是小孩、老婆一起去嘛。就自从新诊所之后就很神秘啊。我一开始还说尾牙我诊所也要尾牙，要不要一起办？然后他也不吭声。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已经吃完了，我就整天没事在那边偷看他手机啊。赵建明从亲密枕边人逐渐变成陌生人，这关键转变，陈信宇不讳言是与台开案有关。赵建明有抱怨，好像说阿扁总统是为了特色，然后遭判刑入狱啊。对啊，我也不懂啊。我问他说到底谁讲的，他也不讲啊。他就觉得他被关是我爸什么点头的嘛，就像柯文哲讨厌赖清德这样嘛，柯文哲不是也一直说什么赖清德把他抓去关了，就一样这样子嘛。赵建明就觉得是我爸把他弄进去关的啊。赵建明好像有抱怨说娶你对他的官司好像没有帮助。没有吧？那应该是抱怨娶我，把他的人生毁掉了。把入狱这笔账算在岳父头上，不过按照时间序来看，陈水扁2015年获准保外就医，2021年台开案定验，赵建明2023年假释出狱，隔年5月才传出蔡政府规划特赦，是真的因此恨透扁家人，还是情变的借口？不知道。现在夫妻闹掰，陪伴陈信宇的只有他最爱的史努比。史努比是你的最爱，你有哪一些史努比的那个东西啊？我有超多的。提到史努比，陈信宇瞬间露出灿烂笑容，而喜爱程度从他的脸书诊所公告到衣服穿搭都有，也让不少网友知道后纷纷送上史努比，希望能抚慰陈信宇受伤的心灵。来，叶律师。其实偷看老公手机这件事是有可能构成妨害秘密罪的啦。好，所以他也不在乎就是了。陈信宇这样大拉拉的讲出来，我是觉得他有点就是说巴不得把事情炒大。好，所以网友也在说，他现在终于找到了媒体的正确使用方式。好，就是那他现在就是很享受，也不要这样讲，就是他现在很找到了一个正确跟媒体互动的方式，然后把他想要丢出去的这个讯息，透过媒体去放大。那当然，我相信也对他的前夫啦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然后很多人就说他的前夫陈建明是什么现代陈世美啦，赵建明对，是现代陈世美啦，如何。那但是我觉得对赵先生来讲，我反正钱拿到了嘛，对啊，我现在反正就是 lay low， 这个等事情过去就这样子啊。叶律师，我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说，陈信宇有讲说他们当时有签保密协定。他说他现在讲的都不是保密协定内容。哇，那保密协定内容会是什么？我是觉得财产分配内容。对，我觉得可能财产分配，我没有，但他有讲说什么东西他赠予给人家干嘛，所以我在想。我觉得那个赵医师显然没有好好找律师来看那个离婚协议书，所以那个保密协议显然 cover 的范围非常的对他没有保障，这样子。不过陈信宇反正祸开了嘛，对啊，又怎样了？那你告我，对不对？你告我不行，你就告我好了，我根本也不在乎嘛。来，淑慧，这个陈信宇说赵建明这次出国是跟狱友嘛，然后我就在开玩笑说，人家说男人有三种交情最铁。第一种交情叫做同窗之情，要一起当过同学；第二种叫一起扛过枪；
啊。然后战友之情、革命情感，第3种叫做荒唐之交，一起嫖过娼哈，就是荒唐之交，就一起做过坏事啦哈。那狱友显然是这种，就是你看过我最糟的时候，我也看过你最糟的时候，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坏事，我也知道你干过什么坏事，所以出去以后，不管是同病相怜，或者是这个臭气相同哦，大家就很开心的一起哦。那刚刚这个陈信宇讲说赵建铭埋怨说娶她回一生啊，那我就在开玩笑说没有，我觉得赵建铭应该要感恩哈知足，因为赵建铭娶了陈信宇哈，真的是娶她赚一生哈。当年的台开案大家都忘记了，当年的台开案，这个赵建铭知道了这些利多消息，回去跟他爸爸赵玉柱讲，他们利用这个股价的差别，在1年内赚账面获利3亿，1年3亿哦。谁家股神这么厉害，对不对？就是赵家股神。如果你没有因为跟这个陈俊宇结婚的话，你哪来的这种人脉？谁会在这个三井宴告诉你这种内线消息？还有，他也跟当时的这个法拍天王有事宜去炒作这个基林地，小小一块基林地给人家开一个天价。所以你今天你只看到后面啊，当你自己做错事，而且还是你自己做错事了。然后你接受应有的法律惩罚，而且这法律惩罚很小，才关1年多而已。然后你就开始抱怨说，我是因为娶了陈信宇，我是因为这个陈水扁把我拿去做交换，他从来没有去问过说自己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所以这种人当医生哦，坦白说，我也是有一点害怕啊。所以之前陈信宇说他动不动给人家打玻尿酸，动不动打 PRP。你知道这2个其实都是健保，一个 PRP 是健保完全不给付，高额自费；一个是健保其实严格给付的。那他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当医生当作赚钱的职业哦？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哦，讲陈信宇跟赵建铭的家务事哦，其实是他们私事啊。我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谈呐哈。但是如果你光去谈赵建铭这个人的话啊，他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跟卓荣泰很像哦，就是法盲。那法盲有2种哦，一个是不认识法律的法盲哈，眼瞎心盲那个法盲；另外一个是法律流氓。你明知道法律就是不能，你还要去做啊，做了还要抱怨别人。我就觉得绿色真的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颜色，真的。我基本上赵建铭的心情，他认为说我娶了陈信宇，因为陈信宇是阿扁的女儿，所以赵建铭就可以飞黄腾达了。哦，结果后来没想到阿扁。搞国部机要费啊，乱七八糟那些东西，搞得阿扁自己都自身难保，所以呢，赵建铭就认为说，我本来娶你，我自己原来有女友的哦，我都不要了、哦，娶你就为了我将来能够这个攀着这个陈信宇哦，攀龙附凤，攀着陈信宇一路往上走，弄了半天还被关，而且他也认为说，你陈水扁可以救我，那不救我呢？哦，你一定答应人家是说要特赦你，所以让我做牺牲品，所以他为什么气？他不会想到别人，不会想到因此赚了多少钱。他说：“我本来就该赚这些钱的、啊，我不要赚这些钱，我娶你干什么？我娶你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我娶你的目的就是要有各种好的关系，我娶你的目的要认识各种财团，我娶你的目的就可以这个因缘际会，飞黄腾达，就弄了半天，搞了半天还关起来。所以呢，所谓说1年赚3亿，对他来讲，他脑筋怎么想的是3亿呢？”对吧？3亿对他算什么东西呢？他脑筋搞不好想的30亿、300亿，他根本没想到3亿，就没有想到为了3亿判了3年，虽然只关了1年多了，假释出来了，但是赵建铭心里一定很不服气，觉得说我娶错了，他一定是这样想，所以陈信宇才会说他认为娶她这个害了赵建铭一辈子，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没有人会比陈信宇了解赵建铭心里为什么这样，搞不好他们吵架的时候都讲过这些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陈信宇再爆婚变的内幕，说赵建铭毁了他一生哦。赵建铭认为毁了赵建铭一生，因为娶了他。今天是什么节？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不过1年情人真多哈，有中国的，有西方的哈。今天是中国的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一生这个每年才见一次面哈。支持者哇送很多花给陈信宇，给他打气哦。陈信宇就问说啊，我现在要跟谁过情人节？还蛮幽默的。赵建铭就不在啊，要跟谁过情人节？哦，而且之前也从来没有跟赵建铭过情人节，所以很开心。今天收到这么多的礼物哦，那真的不少，送花的、送礼的很多。就最近他诊所那个花都满满的哈。那另外呢，因为陈信宇一直关心说，
他曾经给3个孩子一共2300万，什么700万的、500万的的教育基金。那赵建铭说，存银行不够赚钱，我帮你理财。那理了半天，钱在哪里？为什么现在离婚了还不还？而且看起来3个还是跟着陈信宇嘛？为什么不给？而且最小都20岁了，对不对？都成人了，你还管那个钱干嘛呢？所以陈信宇对这个很不满意。但是陈信宇今天上午看诊没有受访，但是呢，在媒体群组陈信宇现在媒体还有来往有传简讯说，阿嬷有跟我儿子说，爸爸回国就要处理教育基金的事了，所以阿嬷就是赵建铭的妈，传给他的孩子，因为钱是孩子的，说呢，赵建铭回来就要处理基金的事情啦。因为呢，陈信宇前天说，3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以3孩的名字开始建立账户，而且赠与。原来陈信宇在保管，但是后来呢，在银行放很久，都定存嘛，也没有什么太多利息，也没操作股票投资，所以呢，这个相信赵建铭说要让赵建铭去投资理财，给赵建铭保管处理，给他的时候就2300万，那现在应该不止2300万了，这么多年连利息带什么投资我看起码4、5千万才对就是最近股票这样涨价那他们离婚有保密条款，所以陈信宇说完全不能讲保密条款的内容所以呢，如果爆料保密条款，可能会踩到红线所以他说我都没有讲到保密条款的事。讲这么多事，那我就很好奇，那保密条款到底是什么？到底保密条款是什么？好，那陈信宇说，赵建铭呢恨陈水扁、气水扁，就像说这个柯文哲讨厌赖清德一样。陈佩琪说不是这样，你陈信宇知道我柯文哲怎么回事吗？你知道你赵建铭，我才知道柯文哲呢。他说用老公偷搬家来比喻柯文哲被关，他怎么讲呢？他说柯文哲抢了赖清德的369万张选票，虽然赖清德虽然当选总统，但是不过半，只有40%，是少数总统。又说赖皮佬没交税，于是呢赖清德就怀恨在心，讨厌柯文哲，才把柯文哲抓去关的。所以呢，你老公赵建铭不跟你说一句话，趁你出国把物品搬走逃离家，你不会讨厌他对不对？柯文哲莫名其妙被赖清德抓去关。换成你是柯文哲，你不会讨厌这种卑劣事情的赖清德吗？所以跟你完全不同，柯文哲不像赵建铭所以呢是赖清德讨厌柯文哲而不是柯文哲讨厌赖清德，因为赖清德讨厌柯文哲，而且对柯文哲做这些事情，柯文哲才讨厌赖清德。柯文哲开始并没有讨厌赖清德，柯文哲还说奇怪了，我民众党8个立委，你民进党柯文哲那个赖清德不来跟我谈谈呢？我民众党支持你，民进党你这立法院就过半了，就不会变成这样了。你说不跟我谈呢？还要打击我呢？柯文哲自己就奇怪这件事情嘛。我当时讲说，柯文哲也想说，赖清德想着把你们罢免掉就好了，罢免掉重选我就占多数，我干嘛要跟你这个合作？我们看一下。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宇与赵建铭离婚的风波持续延烧，除了6000万贷款的问题，他也加码爆料，前夫赵建铭呢扣着他帮孩子常年存的2300万元教育基金，至今呢还不知道这一笔款项流到哪里了。而直到今天呢，才有最新的进展哦。赵建铭回国之后，终于要处理这一笔2300万元的教育基金。好像你们有签什么离婚保密条款？我又没有讲到里面保密条款的什么东西，是有签，是有签。他也不能讲这样子吧？不知道，没有一次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有跟他们狱友吃过一次饭，但是我很不会认人，我对人也很不会认。所以在机场看到的。我不知道，我是说之前他出狱，我们曾经狱友就他一些朋友吃过一次饭，但是我人真的我很不会认得。来，评委员，我觉得真的是，但有一个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他这个陈信宇就最大的污点就用完人家一瓶立可白了哈。其实听说他去拿这一瓶立可白做的事情，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小时候都是这个小学都是木质的这个教具的桌椅嘛哈，他桌上有个洞，他就拿那个立可白把那洞补满，补起来。他其实是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用完人家一罐立可白。好，回过来，其实我后来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就是赵建铭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坦白讲，我是觉得
在现在很多我们从政者的这个家庭，其实大家很多是尽量让另一半不要去接触，就是因为我们很清楚，就是这个尽量不要有这种外戚干政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就是说回应民众的期待，这个事情是尽量越少讨论越好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做得很好，但现在在陈信宇这种突然有一个回马枪哈，觉得20年来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这个很熟悉的人物，重新回到荧光幕前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出现，所以引起了这种很多网友的这种算是赞赏吧。甚至我们在看到台南的网友还要邀请这个剧团哈去演这个陈世美哈，然后被砸这个戏嘛，听说要连演3天哈。那我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说也给我们这个人物一些警惕了哈，就是说在公司之间你要怎么去画下一些界限哈，那尽量这种事情已经有些人看笑话，有人看热闹。但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讲，其实那个是一种非常负面的一个教材，大家要多多的学习，就是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去影响整个政治上活动中应该有的发展。所以听起来很有趣，我觉得听起来是真的，的确是蛮有趣。但是就回过头来，就我自己的看法的话，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说，当时伤害了。以前陈信宇他我记得是纽约的街头吧，好像被采访的时候留下一些让他很不好的印象，那甚至也很多人去批评媒体等等之类。我觉得这个事情，这过了10年之后，风水轮流转，变成他跟媒体可以这么好的去对话的时候，或许也代表我们社会有一些进步了。哪位姐？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陈信宇的印象，应该都是最经典，就是他当时在讲说谁没拿过我爸爸的钱，然后谁，他一一点名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对他印象大概就是这个，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却登上台面，却是他的这个家务事啊。所以当然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赵建明的这个心理的问题，还是说陈信宇觉得说他这段时间这阵子，或者说他等待赵建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遭受到很多的这个不利的对待啊，或者说被忽略啊、被忽视啊。但是感觉起来，他对于他的一个家庭是非常保护的哦。那当然，反观可能赵建明可能他的一些抱怨或者说从陈信宇口中所转述的这些东西，感觉好像这个赵建明对陈信宇的这个家庭或对他是有一些抱怨的。所以我刚刚在我们休息时间还在跟翁小玲委员在讲说不管是这些问题还是说这个偷看手机也好，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作为医生，都是台湾非常非常顶尖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些人士啊。但是对于这些法律的这些概念跟素养似乎还是稍显不足，所以不管你认为说你进入了第一家庭可以飞黄腾达还是说可以透过认识人脉，然后呢这个内线交易等好，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就是说，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哪些是法律的红线，你不能去逾越的那当然除此之外，那我觉得当然家庭的问题，我觉得本来2个人就应该好好的多沟通，然后呢多讨论，然后有些人可以互相的这个理解当然这次又把它浮上台面，但我觉得或许他们之间有一些是有不愉快的一些状况，但是我是觉得呢，还是呢大家回归理性的讨论那这个事情赶快落幕，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好，陈春雨说我要跟谁过情人节？虽然我收到什么礼物赵志忠这个赵建明从来没有送我过也没有跟我过情人节。另外呢，陈信宇说阿嬷说赵建明回国要处理这2300万了，你怎么看？我看陈信宇这几天从他生日呢到今天这个7夕情人节好像越来越清楚陈信宇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他想要的就是第一个，在他这个50岁生日的时候呢，开撕把过去他这段时间来所受到的这个委屈呢，他要把它倾吐出来要跟过去的这个曾经遭遇的事情呢，在50岁生日那天开始呢，他要有一个说法然后他要有一个开展他未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发现呢，他最在意的其实是2件事情一个呢就是那位许姓护理师就说到底是不是因为那个许姓护理师的介入使得呢这个赵建明呢，不管是说怀着对于那个陈水扁的怨恨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那因为这个许姓护理师的这个介入，使他呢遭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冷暴力的对待之外，他就是被先生外遇嘛，然后就是被欺骗了嘛。我觉得这个对于陈信宇来讲，这是个双重的打击就说你今天如果说是赵建明他这么的扭曲的曲解他的人生所遭遇的这个事情，纯粹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你今天不是陈水扁的女婿，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台开的利润。我觉得利益啦，赵建明呢，他怨的是我怎么知道我当初娶陈信宇的时候，
哇，陈水扁失势的这么快，怎么一下子2008年之后呢，马上就是从这个一天堂到。真的是天堂到地狱哎哈，就是一人之上万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全部他的一人之下是在吴淑珍之下了哈，就是说，然后完全就不一样，而且我也非常的感慨哈，我们看他走的这一段的这个官司的这个历程，因为叶律师今天坐在我旁边，我特别的有感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司法真的还算检调还算蛮亲民的哈，陈水扁有特侦组，陈水扁也办得下去。然后台开案呢也办得下去，虽然缠讼了16年，还是把赵建明抓进去关了。如果是换到今天的话，我想赵建明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蔡英文上台第一件事就废掉特侦组啊，是不是？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换到今天的话呢，可能就算是这个当权者那个做到了总统，你接下来你是他的皇亲国戚，有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可能都压下去了。你看疫苗，你看快筛，你看那些有的没有事情，通通一个都没有办啊。是，所以我觉得那个陈信妤他要的就是他就是很想要知道一个真相和说法，就是到底怎么回事？你跟这个许姓护理师的这个外遇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才会讲出来说，希望他先生把他带回去管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他在处理他对待他儿子，对待他儿子他们的教育基金，还有那种生病的这种治疗的处遇上面，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不满啦。这个不满就在丁姐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妻子复仇记。对，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的韩剧有个就是妻子的复仇。那对于陈信妤来讲，其实讲了半天，他当然他讲了很多他这个所受的一些遭遇，可是我觉得在最后，让我觉得关键点可能还是在于钱，因为他就认为他儿子的这2300万的基金凭什么都被这个赵建明给诓走 A 走了，然后这个该付的也没有付，然后谈到最后还是希望说他能够把这笔钱还来嘛。那当然他这个对他来讲，他当然事前已经很多的不满了。所以在这次，我认为他这是精心规划，从一开始在网络上面留言，到后来整个的发展，每天都有他的新闻，然后已经把赵建明又再丑化了一番。那当然，赵建明本来的一些恶行恶状，大家就知道，也知道他是个爱钱的人，只是没有想到他后续又有这么多新的发展。我比较不会从复仇的角度，因为大家很多是什么前妻最可怕的是前妻啦，然后用复仇的角度去看他，我比较不会用复仇这样子去加在陈信妤的身上的主要的原因是他要复什么仇，就是他要复的仇，其实就是要赵建明给他一个交代，然后就是说到底你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要让他的这个部分让他的部分他过去遭遇到这些事情，他要一吐为快，然后他这样子去弄这个赵建明之后，然后他有得到什么吗？他其实他复了什么仇？因为他爱不到啊，不，他付的这个仇，其实是他的心情上面的赵建明回来，把2000万还给小孩就解决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是赎慧，这样叫赎慧讲的，他其实还蛮开心的嘛。他就把我自己的过去遭遇到这些不堪摊在大家的面前上面。首先让赵建明这个情人节过得不快活，再来把小孩的教育基金讨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一般的就是说你要去撕毁一个在公众面前好像形象很不错的人的复仇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啦。不，奇怪，这两个人赚钱都不少啊。当然，对，现在牙医也很赚钱，植牙一颗10万块。对，牙医赵建明天天什么 PRP 也很赚钱，也很赚钱。现在骨科医生很赚钱的，两个人都不缺钱，这两个其实钱都赚不少啊。那我觉得赎慧可能还不太了解赵建明的想法。赵建明的想法是说，我娶了陈信妤，赚3亿算什么东西啊？本来就是我该的嘛。所以呢，本来我取你的代价，我取你的所得，我本来想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怎么会想到去坐牢呢？那是他没想到，他不认为说我赚了3亿，说我该去关3年，他认为说我赚了3亿、30亿，我根本不应该去坐牢的，他一定是这样想。简单来说，本来赵建明是想要吃干妈净，结果后来变成偷吃不着18米，所以就怨恨嘛，对怨恨。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这个侨务委员长徐家清哦，也争议蛮大的哦。他原来是周游7国哦，现在还在吵，还没有停歇的时候呢，他8月20号又要出国了，而且一出国就将近1个月，8月20号9月15啊，25天哈，而且要到瑞典啊，到很多其他地方啊，那也不怕人家讲啊，27天，徐家清说，为什么要出国？基于国安无可奉告。但侨委会牵涉到侨委会以前大家都从来没想跟国安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就是侨务嘛哈。那行程不可以告诉你。民众党因为现在跟徐家清我看杠上了，民众党说机密与否看是不是对徐家清有利，对你有利你就说是机密啊。那另外呢，因为他当时说他一时心软，所以叫他儿子到东沙啊，说因为否认人不够啊。那现在可能不止罚10万。那被告说呢涉图利，而且北检也把他列为他治案的被告啊。那另外呢，这个徐家清说好了，我不要再讲了啦啊，我尊重了北检把我列为被告，我尊重了，不再多说了啊，要专心做专报哦，不再理你们了哈。那除这个以外呢，吴子嘉又爆料说新竹呢郑朝芳家族说有一个豪华的大农舍是违建的。我不知道这相片是不是农舍，我就有点怀疑，这是农舍吗？你认为这是农舍吗？我们农舍想的是茅屋啊等等，哦，到底这是不是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呢，照片是这样，县政府要查，说到底怎么回事啊？那郑朝芳的办公室说毫无关系，说呢家族的农舍跟这个违建是毫无关系的，哦，而且屋主说呢，那该拆就拆嘛，哦，那另外呢？这个网络上也说，郑成发应该说清楚啊，对你4000万的竞选资金还没有解决这个争议，现在又报农舍的疑云，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吴子嘉又说这个有违建农舍，而且呢产权归属有问题。9月还有1尸5命的爆料，什么叫1尸5命？就是除了你个人，还影响到其他的候选人。我们看一下。委员长，那怎么看现在被列为他治案？刚刚已经讲过了，尊重2个字。之前涉嫌协助儿子登东沙岛，徐家清遭监察院裁罚10万元，而因为民众党告发，徐家清日前也被北检列他治案被告。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我不再多说了啦，好，谢谢。似乎一言难尽，不过根据 TVBS 独家掌握，徐家清将在8月20号到9月15号再度出国访查，是原先就安排好的行程，将前往欧洲多国，其中包括瑞典，会探访侨胞、视察华文中心等。但这一次将由科长一同前往。首长出国都不能讲任何讯息的 ，OK？ 好，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因素。好，对不起，所以我刚刚说无可奉告不是开玩笑的。措辞强硬，侨委会委员长出访确实本就是公务行程，同党立委也帮缓颊。我们尊重司法的调查，但同时他依旧是现任的政务官，他现在依旧要履行宪法赋予他的职责。但民众党立委都是想考考侨委会委员长的语言沟通能力。Ich spreche Deutsch ein bisschen. Ja. Ich kann nicht sagen sehr gut. Aber heute muss ich fragen Sie in English. 原先只许用英文，随后切换德文。毕竟徐家清可是在德国马尔堡大学攻读研究所，而许忠信曾在海德堡大学当客座研究员。两人最后切换英文模式，徐家清还被抽考翻译。They can use Chinese to speak, but they're still very fluent with English. So translate your own paragraph language into Chinese, into English now. I always do that. Legislature, that's why we need more budget to do more. 我们时间到了哈。English, OK? 好。OK, that's good. Dankeschön. Dankeschön. 徐家清借机要预算，双边最后德文相互斗谢，让一早的立法院有点 international。因为侨委会就是委员长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说过了哈，他说其实侨务其实现在就有负担很多的任务，因为在外交上我们也知道台湾困境很多，所以他利用侨务的委员的这个身份，其实跟各地侨务联系的时候，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是告诉我说，他觉得这一直是无愧于心啊。但至于就是说我自己对这个
对这个整个新闻的报道，因为还是比较觉得遗憾的，就是说，哎，其实他就是公务行程里面，那你说跟着科长一起出国叫做西办，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蛮奇怪，因为毕竟就是一般的公务人员嘛，哈。你这样讲西办，好像就去影射到其他更不必要的这种情况，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需要这样做了。来，叶律师，这整件事的起源是因为徐家清徐委员长在出国回来的报告里面写的非常简单。好，我的印象是徐委员长在当议员的时候也会质疑，好，这个官员出国的报告，好，你不能变成出国旅游，那就有徐委员长的回应就是国家安全。好，这个都涉及机密，我干嘛通通要给你们看？这就是给中共看，这跟他当时在议员的时候讲的话完全不同嘛。好，你今天身为一个政府官员，你出国，你当然是应该要把行程讲清楚。好，然后这样的话，民意机关才能够监督，行政院的研考会也才能够去追查，说你到底去看了什么，然后你有什么检讨的报告，未来我才能够追踪嘛。所以我觉得委员长现在用一句国家安全来搪塞，这句话是说不过去的啦。好，那坦白说，你侨务委员会到底能够有什么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也真的不能用这样4个字来搪塞，来规避民意监督。是现在这个在政府的官员们啊，动不动就是说就打着国安之名啊，然后什么都不能讲。那么不仅是侨委会，可是侨委会出国不就是宣慰侨胞吗？这种活动有什么不能讲？更何况他今天是公务行程，理论他就应该要报告他去哪些地方，然后要写一个这公务的计划出国报告，这都应该的。那不仅是侨委会啦，像这国安会啦、陆委会啦，然后其他的机关现在只要说问他们的出国计划预算编了，为什么编这些钱要去哪里，全部都是国安机密，然后连回国的这个报告书以后也都不公开。我真是觉得乱七八糟。如果说真的是机密的话，那就是走机密预算啊，为什么又不走机密预算？因为国安局长当行政院长好了，来，马进。对，我们以前在笑那个开玩笑，那个国安局啊、国安单位啊，就是那个纸条啊都是机密。哇，现在不得了，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单位叫做侨委会。就徐嘉欣不要骗人了啦，侨委会委员长有什么机密行程？你讲一个，你开秘密会议，你讲一个秘密会议告诉这个委员，让委员服气可以吗？不可能有什么带多机密的行程啊！把侨胞都吸收为国安局的情报员。那这样子我就佩服他。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去分析徐嘉欣的行为。现在徐嘉欣跟民进党很多官员就是我就烂怎么样？哈，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行政院长也是这样，你们拿我们没办法哦。所以集体的包庇就集体的摆烂嘛，哦，大家就享受这个官员的权利跟国家的这个公帑哦，所以徐嘉欣根本没有在管外界观感，因为